你下午有空吗？战维问道。蓝若若看着他问道，有事吗？我们做的。位置哪一天有空的？就是周末有时候都得加班处理工作上的问题。不过要是你有事需要帮忙的话，我可以挤点时间给你。能让他挤时间的人也就是战维了。战维笑道，没有。不过我家长辈下午3点多到阳城，我想着你若是有空，咱们一起去机场接他们。闻言，蓝若若愣了一下，随即说道，他们那么快就过来了？我都求婚成功了，我爸妈当然要过来和你家里人聊聊我们的婚礼事宜。蓝若若是听他说过，他会通知父母过来，没想到未来的公婆来得这么快。我是临时临急通知我爸妈的，他们来的有点匆忙，否则坐私人飞机过来就不用我们去接机。老妈就怪他通知的太匆忙，说来不及去申请航线了，只能去机场坐飞机。还好礼品是早就准备好的了。长辈们除了奶奶因为年纪大了，家里人不同意奶奶跟着来，其他都来了，每个人都带2个行李箱，行李箱里装的都是给蓝若若的彩礼。老妈交代她要租几辆车去机场接机，因为有好多箱子。由于两地距离太远，父母帮她准备给蓝若若的彩礼都是以奢侈品、房产商铺及豪车等为主，现金就叫她自己准备。还有阳城这边男方送彩礼必须要有的，父母也让她在阳城准备。战维已经列好了清单，想等会儿先去买一部分回来，然后接到长辈了，再和长辈们一起去买其他的，总要准备妥当再去蓝家正式提亲。蓝若若看了看时间，说道：3点多就到，现在我们就要去机场了，从市区到机场还挺远的，差不多要2个小时的车程呢。你等等我，我打电话给我哥以及秘书，下午的行程帮我取消，急需处理的文件让我哥处理。好。蓝若若当即打电话给秘书，让秘书取消他下午的所有行程，之后又打电话给大哥，告诉大哥他要去机场接机，那些急需处理的文件让大哥帮他处理。知道是未来的亲家来了，妹妹下午请假，蓝东晓表示理解，晚上请他们吃饭吧。蓝东晓说道，爷爷和爸妈知道后会说的，战家来人了，蓝家当然会请亲家吃饭，我等会儿接到叔叔阿姨了，也会当面邀请他们去我们家里吃饭。行，那你和战维去接机吧，公司的事不用你操心了。蓝东晓让妹妹安心去接公婆的机，不用担心公司的事，公司有他呢。还有堂弟妹们，他们家族和战氏家族差不多，就是没有战氏家族那么团结罢了。他们的团结有一半真心一半假意，不牵扯到各自的利益，他们就是真团结，可以一致对外。当牵扯到各自的利益了，争吵矛盾还是会有的，好在爷爷还在，大家都孝顺老人家，就算闹过矛盾也能和解和好。结束通话后，蓝若若对战维说道，我安排好下午的事了，走吧，我陪你去机场接机，开你的车还是我的车？蓝若若问他。战维笑道，咱俩都要开车去呢，还得请几辆车一起去，不仅仅是我爸妈来了，还有我的叔伯他们也一起过来，带了很多行李，需要好几辆车。蓝若若，你在这里买了房子，什么都不缺，你爸妈他们过来就带点日常换洗的衣服可以了，你也不提醒一下老人家？战维很无辜地道，那不是我能左右的，就算我说了，他们照样会带很多东西过来，不用请车了，我让我家保镖开2辆车跟着去机场，够用了吗？战维想了想后说道，有4、5辆车是差不多够的了。蓝若若当即就打电话给管家，让管家安排3名保镖各开1辆车，现在就去机场，他和战维在机场等着他们，同时也让管家告诉爷爷一声，说战维的父母下午3点多就到阳城，晚上2家长辈一起吃顿饭。打完电话后，蓝若若对战维说道，我让保镖直接开车去机场，咱们走吧。
晚上我们两家人一起吃顿饭。好。对于蓝若若的安排，占为没有半点意见。两个人各自开着车前往阳城的机场。蓝爷爷听到管家的通报后，赶紧赴厨房，看看食材够不够，今晚在家里设宴款待亲家。同时又让蓝太太通知兄弟叔侄以及他的娘家亲戚们，晚上都过来吃饭。这边的占为带着蓝若若去机场接机，那边的常家常太太的那位堂妹等了半天，都没有等到姐夫带着占为回家吃饭，反而堂姐招呼他们都吃了。饭后坐在常家大厅那套昂贵的沙发上，堂妹的心里满是羡慕，也藏着点嫉妒。这个堂姐在姐妹当中不算最漂亮的，却最好命。嫁给长孝姐夫后，虽说在姐夫创业时，因为生意没有起色，穷困一段时间，还回娘家借钱渡过难关。但后来杨太起来了，常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自己这个堂姐的小日子也是越来越好。不过是4、5年的时间，堂姐已经从小套房搬到了大别墅居住，出入都有豪车代步，花钱花得潇潇洒洒，不像他们想买点好东西都要犹豫再三。虽说堂姐积恩这么多年来也帮衬了不少，但跟堂姐过的富太太日子比起来差太远了。要是她也能嫁入豪门，有着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过上和堂姐一样的生活，不比等着堂姐施舍一点钱好吗？占为是带领着杨太走出困境的人，又得到了杨太一半的股份，以他的个人资产妥妥的豪门了，主要是他很帅很帅。常太太这个堂妹见占为一次变乱了芳心，这么多年来仍旧念念不忘。她还不知道占为的真实身份，常太太并没有告诉娘家人占为的真实身份，就是担心这个堂妹知道后更是放不下。常家当初也不是豪门，就是现在也不能算是豪门，在很多人眼里，常家属于暴发户，无法跟蓝家这样有底蕴的真正豪门相提并论。姐夫怎么中午不回来吃饭？常太太的堂妹问着他，平时姐夫不是不用回公司的吗？怎么现在要回公司了？那个占为不理公司的事了。常太太的其他娘家亲戚也看着他。常太太刚给大家准备了饭后果，她放下了2个果盘，上面都是她给大家切好的水果。堂妹瞟了2眼那2盘水果，有点嫌弃地道：姐，你们家都这么有钱了，怎么不多请几个佣人，那样你也可以闲下来。家里这么有钱了，吃的水果还这么普通，不买贵一点的水果回来吃一吃，过过苦日子。常太太的确没有那些阔太太的大手大脚，花钱如流水。平时常孝也在家里，夫妻俩一起照顾孩子。常太太倒是不累，现在孩子们长大了，她的日子其实过得很是清闲。家里的卫生请的是钟点工定期过来打扫，偶尔她自己也会动手打扫一下，收拾一下屋子。家里吃的喝的不是没有好的，不过一般情况下都和普通家庭没有两样。这些时令水果很好吃呀，贵的未必就好吃的。我还是喜欢吃时令水果，每个季节不一样。常太太心里腹诽，叔叔家里的条件一般般，这个堂妹居然就眼高手低了。她家里这么有钱了，她都没有那种心态。公司毕竟是你姐夫创建的，他这个创始人，偶尔回公司上班有什么奇怪的？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，还不如回公司里做点事，打发一下日子。占为最近忙着解决他的人生大事，公司的事也还是他在打理，不过是叫你姐夫回去看看。闻言，他堂妹赶紧问：占为要结婚了吗？他的女朋友是谁？他那么好看，他的女朋友不是天仙都配不上他。姐，你们当初不肯帮我，要是帮我，说不定我就嫁给占为了。常太太连起了笑脸，冷声说道：小茹，占为不喜欢你，一点都不喜欢，叫姐怎么帮你？再者，你以为占为那么好嫁的吗？人家是什么身份，你是什么身份？他堂妹不乐意了，说道：姐，我怎么了？
我是你的妹妹，虽说是堂姐妹，也还是很亲近的，是一家人。他占为不过是一个外省过来的打工者，是姐夫看得起他，把他招进了杨太委以重任，他才有发展的空间。我是老板娘的妹妹，他一个打工仔，我还配不上他。他不喜欢我，我可以去追求他的，培养感情，可是姐和姐夫不帮我。他娶了别人为妻，以后还会专心帮杨太吗？要不叫姐夫收回赠与给他的1半股份。现在杨太的股份可值钱了，1半股份啊，你拿来分给我们这些亲戚，我们也不至于过得穷巴巴的。其他亲戚不说话，心里也是和小茹想的一样的，都觉得长孝将杨太1半的股份赠与占为太大方了。占为是有能力，但他还是一个打工仔呀。长孝将那1半的股份平分给亲戚们多好呀，好歹大家是一家人。占为不过是外人，就算不给占为股份，他拿着高薪，他还敢不做事？不做事就辞退他。现在的杨太已经稳定，没有占为一样能运转下去。偏偏长孝夫妻俩那么相信占为，对占为好过对他们这些亲戚们。要知道当初长孝创建杨太时，他们这些亲戚都借了3、5千块钱的，多的甚至借了1万块。结果杨太起来了，长孝却将1半的股份无偿赠与占为这个打工仔，让占为一下子就拥有了好几个亿的身家。占为不是打工仔，人家是管城首富占家的7少爷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天之骄子，占家是千亿豪门。千亿豪门呢，就是我们这里的蓝氏家族都比不上占家。占为不过是想证明一下自己，才会跑到阳城来找工作。他在管城一样有他的公司，只是那些生意与他的家族事业多少都有点牵扯。他总觉得自己在管城的成功是离不了家族扶持，才跑到阳城来证明他的能力。占为的女友是蓝氏集团的蓝若若，蓝家大小姐，人家是门当户对，天设地造的一对儿，岂是我们这些灰姑娘能配得上的？众人错愕，占为不是普通的打工仔呀，他竟然是千亿豪门里的7少爷。姐，你害我错失嫁入千亿豪门的机会了。小茹回过神后，竟然叫喊一声，指责常太太害得她没有嫁入千亿豪门的机会。常太太冷下脸来，小茹旁边的亲戚连忙扯了扯她，提醒她别得罪了常太太。什么叫我害你？占为不喜欢你，连正眼都不给你，你对他死缠烂打，纠缠不休，他要不是看在你姐夫的颜面上，你以为你还能坐在这里指责我？他们那种高高上的少爷可不好惹，惹毛了他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况且豪门岂是那么容易进的？人家讲究门当户对，你以为人人都可以当灰姑娘？就是灰姑娘的出身都不低，灰姑娘只是没有了亲妈庇护才会被欺负而已。要不是我们拦着你，你现在怕是连乞讨都讨不到吃的，还有可能死得不明不白，好意思指责我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条件，有什么资格高攀千亿豪门的少爷？要学历没学历，要颜值没颜值，要能力没能力，要家世没有家世。你能嫁个稍微好一点的男人就不错了，还肖想人家占为。常太太也是被这个堂妹气得狠了，说话毫不留情，句句像刀扎在她堂妹身上。我看姐就是有钱了，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，枉我们当初那样帮你们，借了那么多钱给你们，如今你们过上好日子了，就见不得我嫁豪门，不帮我。常太太冷笑，当初你家里借给我多少钱？这几年来我连本带利还了多少钱？逢年过节我给你爸妈过节的钱，一给就是1万1万的给，我还得还不够，我还了那么多，倒是养出了你的贪心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小茹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的事我不会再管，你没钱了不要再给我打电话。